2次折身踢，再次亮了一个绝招。日本狂人嚣张来华踢馆挑战，这家伙曾经多次在公众场合嘲讽中国功夫，认为中国功夫没有实战能力，都是一些花花架子，认为中国选手就是小菜鸟，他轻轻松松就能打倒一片。他认为日本空手道才是天下第一，太极实战第一人韩飞龙不信邪，就是要教训一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日子。韩飞龙是王占军的弟子，身上是有真功夫真实力的，也是第一个将传统功夫与现代搏击融合在一起。擂台上经常让一众知名悍将感到无奈，韩飞龙的太极招式实在太凶狠，面对嚣张的日本人，韩飞龙丝毫不惧，势必要发扬中国传统功夫，打得日本人屁滚尿流的。在比赛正式开始前，望兄弟们动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小编祝兄弟们发大财。比赛开始，白色裤子韩飞龙，黑色短裤日本人朝仓丰树。第9站成都站的比赛，我们现在在四川大学体育馆，我是解说员东宁，我是董江涛。现在进行的是男子70公斤级超级战，红方选手韩飞龙对阵日本南方选手朝仓丰树。对，韩飞龙呢是我们我国著名的太极名家王占军的亲传弟子，一直呢把这个太极的一些技战法、传统武术太极的技战法揉到。这个日本人真是太瞧不起人了，上了擂台上吊儿郎当的，一点都没有认真在打比赛，认为自己轻轻松松就能赢下这场比赛。所以一点都没有认真进攻的意思，整个人嬉皮笑脸的，看上去非常欠揍。擂台上不管遇上什么样的对手，都应该认真打比赛。这个日本人简直没有一点体育精神，不仅不尊重拳击这项运动，也不尊重中国选手韩飞龙。韩飞龙这场比赛一定要对手好看。朝仓丰树啊，我们发现朝仓丰树还是在做一些转身后蹬下劈连式的组合拳，哇，好漂亮！把朝仓丰树逼到了这个手脚。但是现在看朝仓丰树做一个姿势啊，好，对我来说没什么太大的无所谓，哎。但是刚才一个转身后蹬，然后一个下劈，最后那个朝仓丰树达到了空当打的一个迎击。对，这套动作呢，这个韩飞龙做的非常流畅。好，后肘直拳接前腿的高手，韩飞龙及时。双方首回合的对决中，韩飞龙进攻还是比较谨慎，先摸清楚对手的套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而他首回合的时间就将太极招式拿出来了，对战日本人，韩飞龙也没想着要将比赛打满全场，是想着找准时机将对手一击致命。韩飞龙步伐上连续逼近，而日本人在后退中也有腿法上的还击，以此来控制两人之间的距离，并且也想给韩飞龙造成一定的影响。被韩飞龙给冲倒了。是的，而且今天韩飞龙呢也是充当着我们蜀汉五虎大将当中的赵云的角色，所谓子龙单骑退追兵，为蜀汉立下汗马功劳。好。拨开正僧，反击后手之拳，近身之后一个贴身的一个抱摔，是的，还是打出了这个赵子龙的。首回合的时间即将结束，但是这个日本人还是很吊儿郎当的，现在还是这副样子，韩飞龙就应该用尽全力狠狠揍他，让他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但这回合的时间，两人也一直都在试探阶段，而韩飞龙在试探的过程中也拿到很多点数。比赛当下臂这个力道比较大，势大力沉，而且这个进攻的这个角度啊，防守起来很难，因为是用后脚跟直接抛下来的，是，所以防守起来除非后撤，如果你可能用手臂屈臂防守挡的话，也会你脑门可能也会受到攻击。是的，还是这么说还是很好用的，在这个搏击的规则当中，是吧？有看慢放，韩飞龙又是再次使出了自己的舍身踢。舍身踢，这个来源于空手道。第二回合比赛开始了，上回合双方很多都是腿法上的互换，但是从中也能看得出来，对手的实力是在韩飞龙之下的，不管是力量还是技术，都差韩飞龙一大截。现在这回合，韩飞龙肯定是要拿到优势的，之前就在试探中摸清楚了对手的套路，那就回不留余力的全力进攻。这回合的时间，日本选手终于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他被韩飞龙的攻势稳稳的压制，很长时间都没有拿到自己的优势，所以现在也不再嬉皮笑脸的了，开始频繁的进攻攻击韩飞龙。但是现在醒悟还是晚了一步。这个裁判评判的一个因素。这是发生了什么？刚才是朝仓丰树从裁判看朝仓丰这个膝盖啊起的有一些过于靠近韩飞龙的裆部，所以裁判要提出来要注意一点。
裁判提示不要继续战斗。韩飞龙接腿摔，将对手摔翻在地。虽然不能给对手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影响，但能打乱他进攻的节奏。现在韩飞龙已经稳稳地拿捏对手，日本选手不甘心被压制，开始大力进攻对手。韩飞龙的目的还是想扫踢对手的支撑腿，虽然现在还没有什么效果，但长时间下来也能影响他的进攻节奏。在之后的进攻中，韩飞龙主要攻击对手的腿部，还有拳法上的打击。日本选手见招拆招，韩飞龙将自己的重心都放在前腿上，就是韩飞龙的正身落空，然后招仓风速接住之后，一时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有点迟疑了。我们看招仓风速已经连续多次利用这种近身跳起来的袭击近身，然后做出一些攻击。我们看韩飞龙的这个身上肌肉的线条哈，包括肩部的三角肌。日本选手接腿之后又开始嬉皮笑脸，这个日本选手实在太欠揍了。这时候他的点数已经落于下风了，要是再不进攻的话，很有可能就会输掉这场比赛。他就是对自己太过自信，赛前完全没想着会输掉比赛。破坏对手进攻节奏的一种方式，出手让你倒地，让你虽然不计分，但是你倒地之后，整个身体就要调整自己的节奏，就会被打破。还是很聪明的一个打法。好，第二回合结束了。双方在第一局、第二局都没有做出更多的有危险性的对手有危险性的打击。虽然在第一局快结束的时候，韩飞龙做了一个舍身踢，但是呢，并没有击中。最后回合的时间了，韩飞龙连续的组合拳进攻，但是被对手灵活躲过。日本选手也是当地的空手道冠军得主，在日本的名气也是很大的。前两回合他都没有一点优势，现在就想着能不能将在这回合的时间重击韩飞龙，拿到一点优势。不过韩飞龙可不会给他这样的机会，韩飞龙还是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擂台上将传统功夫跟现代技术相结合，这种令人捉摸不透的打法让日本选手非常难受。韩飞龙不小心踢在对手的裆部，来看应该是直奔这个招仓风速的大腿，但是比赛可以继续。我们成都的观众还是非常有素质的，为这个日本选手响起了掌声。比赛继续进行。双方呢之前的比赛呢动作都非常大，所以就导致双方很容易抱在一起。连续拳法组合进攻，但是被这个招仓风速抱住了。韩飞龙这个舍身踢非常精彩，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就势，现在韩飞龙更加的积极主动，他也在想办法，看能不能将对手直接终结。日本人现在别想在他手中占据一点优势，眼看着时间不多了，日本选手终于开始着急，但是因为冲得太猛了，这回合很多次都重心不稳摔倒在地，这就是轻敌的下场。刚开始有多瞧不起韩飞龙，现在被打的就有多难受。转身后摆，但是幅度过于大了，然后韩飞龙一个低头，稍微低头躲过去。双方拳法互换，这两个选手打起来场面很多戏剧化的场面，观众也此起彼伏的响起一阵阵掌声。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韩飞龙简直就是追着对手进攻，频繁的将他逼在角落里，一有机会重拳重腿就跟上去了，完全不给他反应的时间。这样的感觉。最后10秒。再次舍身踢，再次亮了一个绝招，但是没有成功。好，比赛结束了。整个3局比赛看起来呢，韩飞龙的打法呢中规中矩，虽然有几次非常就是奇特的这种舍身踢啊、下劈腿啊，幅度非常大。比赛结束，韩飞龙赢下比赛，狠狠教训嚣张的日本人，太解气太精彩。大家觉得韩飞龙打得酷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点关注不迷路，下期视频更精彩哦。
但是呢，日本选手的动作也很大，双方呢经常因为动作大，所以双方动作没有施展开的时候，双方身体就撞在了一起，所以双方就出现双方很多搂抱和摔跤的一些动作。